转生阎王帝君却意外穿越斗罗大陆，在哪退休不是退休？天斗城也因此多了一位闲人，整日逛街逗逗小姑娘。就在钟离以为日子会这么一天天过去，一股诡异神秘的力量降临整个斗罗星，天空中如神迹般展开一幅金色画卷。天榜盘点，斗罗大陆10大隐藏强者，上榜者皆有奖励，排名越前，奖励越丰富。冰冷毫无感情的机械声音传遍大陆，整个斗罗大陆的生灵乃至深海的深海魔晶王、沉睡的银龙王都为之惊动。以他们的实力，竟然完全无法看透这天幕，字迹再次变换。此天幕为大宇宙意识所化，盘点绝对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钟离停下脚步，惊疑地看向天空。前世看过不少小说的他，隐约猜到了这是什么。此时天幕开始放榜，第一个上榜强者，评判标准：战斗力强弱。武魂城教皇殿，比比东手握权杖，面露困惑。已达98级并拥有罗刹神传承的他，竟完全无法感知和破坏头顶的天幕。10大隐藏强者吗？如今的我，只在那个老家伙之下。比比东看向供奉殿方向，心想千道流恐怕也看不出端倪。他看了眼鬼斗罗和菊斗罗，暗暗摇头，他们绝无可能上榜。七宝琉璃宗内，宁风致、古荣、陈星齐聚山巅。宁风致笑着向两人道谢，心中却隐隐担忧奖励会让强者间的差距拉得更大。古荣乐呵呵地对陈星叫道：“贱人，等我拿到奖励，我们再比比。”陈星负手而立，淡然道：“我依旧会比你这老骨头强。剑叔、武叔，你们认为何人能上榜？”宁风致询问。古荣推测蓝电霸王龙宗的玉元镇以及昊天双子唐啸、唐昊定能上榜。陈星则凝重地开口：“如果武魂殿的前任裁决长老千道流还在世，必列榜首。当年我父亲97级挑战他，即便临战突破98级，依然被其碾压。他高达99级，离成神只差一步。”宁风致与古荣倒吸一口凉气，难怪当年陈星父亲会战死。突然，宁风致死死盯着天幕，身体颤抖。剑叔、古叔，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榜单不仅盘点人类，还包括魂兽？同级别下，10万年魂兽的战斗力远超普通封号斗罗。若真是如此，他们上榜的概率将微乎其微。陈星与古荣对视一眼，心中皆是一沉。星斗大森林，生命之湖，以黑发金瞳的帝天为首的凶兽齐聚。帝天神色凝重，他不在乎奖励，只担心这诡异的天幕会曝光正在沉睡的主上银龙王。身侧的碧姬轻声询问。帝天叹道：“我只看到了危险。”暗惊恐爪熊君却不信邪，化作本体施展司天爪，轰向天幕，却发现攻击永远差一点距离，无法触及。帝天淡淡道：“没用的，我用龙神爪试过。”话音刚落，反弹的司天爪瞬间将熊君击倒，天幕随之降下警告：“蝼蚁撼天，不自量力，警告一次。”熊君灰头土脸地问帝天：“这屏幕怎么对你说的？”帝天平静道：“稍微大一点的蝼蚁。”天斗城蓝霸学院刚抵达此处的史莱克众人也在瞩目天幕。面对柳二龙和戴沐白的询问，自诩博学的大师玉小刚只能尴尬摇头：“我也不知，武魂殿与蓝电霸王龙宗均无记载。”宁荣荣则笃定地表示：“剑爷爷和卜爷爷定能高位上榜。”玉小刚负手看着天幕，心想若是出了智慧榜或学识榜，他定能向家族证明自己不是废物。明月坊内，雪崩一边吹着口哨装流氓掩人耳目，一边试探地问钟离：“钟离兄弟，你对这天幕有什么看法？”钟离淡定地品茶道：“对强者是机缘，对普通人而言只是个榜单。现在他是连买单都要人付钱的普通人。”雪崩暗自点头，如果能借此拉拢1、2位隐藏强者，或许就能对抗大哥雪清河了。此时天幕字迹变换，配备了语音与配图。Top 10，比比东，全大陆震惊。蓝霸学院内，玉小刚眉头紧蹙，不悦的呢喃，这顿时引翻了身旁柳二龙的醋坛子，吓得弗兰德等人赶忙退避。玉小刚顿时头大如斗。武魂城内，比比东与千道流同样震惊。紧接着天幕给出详细信息：比比东，人类，武魂殿教皇，双生武魂，98级超级斗罗，罗刹神传承者。神奇传承与98级的实力让全大陆失声。宁风致等上3宗成员和无数老牌封号斗罗面如死灰，98级居然只能排在第10。看来榜单确实包含了恐怖的魂兽，他们连上榜陪跑的机会都没有。天幕随即播放战斗视频，比比东武魂附体的凶厉姿态和无数底牌尽数曝光。杀神领域，永恒之创，甚至拥有不死之身和数枚10万年魂环，看得无数魂师头皮发麻。供奉殿内，金鳄斗罗等人更是冷汗直流。若非千道流压制，以比比东展现出的恐怖战力与神考传承，他们早成了他的养分。明月坊内，雪崩呆若木鸡，引以为傲的几10万大军在如此强者面前简直就是个笑话。可转头一看，身旁的钟离依旧不紧不慢地喝茶听取。雪崩忍不住试探：“钟离兄弟，你不害怕吗？”钟离摸了摸下巴，陷入沉思。数千年魔神生涯让他的情绪早已淡去，当年知道自己是阎王帝君摩拉克斯时，安全感便已爆棚。雪崩看着毫无惧色的钟离，愈发笃定这家伙绝非普通人。Top 10，比比东，盘点完毕，其战力担得起 Top 10。盘点奖励：所有魂环年限增加1万年，世人眼红无比。双生武魂的比比东更是借此实力暴涨。海神岛的波塞西与供奉殿的千道流陷入沉思，他们9死1生完成顶级考核才获得的年限奖励，这榜尾竟能直接送出。两人都在暗忖接下来的名次中是否会有自己以及当年的唐晨。蓝霸学院暗处，95级的唐昊死死握拳，他本以为世上除了千道流无人能挟制他，谁料当今教皇已是98级超级斗罗，眼看连教皇都只能居于榜尾，唐昊倍感愤怒与无力。此时天幕画面再度翻新，隐藏强者榜第9名即将揭晓。钟离兄弟，你这表情显得我很呆。雪崩摊了摊手，一脸无语。钟离愣是陷入了沉思，脸上没有半分波动。面对世间最恐怖的强者之一，他倒是给一点反应了。钟离回过神来，侧目看了雪崩一眼，不动声色地端起茶杯，再次品了一口。恐惧，他早就不知恐惧为何物。至于惊讶，为什么要惊讶？希望曝光的只是斗罗大陆上的本土生物。好不容易退休，他不想再被人打扰了。见钟离不语，雪崩也没有自讨没趣。3年，整整3年，钟离给他的感觉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可以是一首诗，也可以是一首曲。青楼的姑娘们最喜欢这个。钟离来此根本不需要掏
抄一个字。Top 9千道流，盘点斗罗大陆10大隐藏强者。Top 9千道流这个名字出现的一瞬间，老一辈魂师脸色一变。千道流对于老一辈魂师来说并不陌生，前任教皇千道流与唐晨并列为2岳，亦誉为无法超越的2座大山。见千道流排在第9，钟离那琥珀色的瞳孔中闪过一抹异样的光芒，却是很快消失不见。教皇殿比东一脸愕然，千道流居然只比他高1名，哪怕和千道流不对付，他也承认对方是人间巅峰，这样的存在怎么可能才第9名？这大供奉怎可能才第9名？就连比东都认为千道流的排名低了，更何况是月关等人。供奉殿、金鳄、雄狮、青鸾等人一脸错愕，大哥第9。金鳄这位98级的超级斗罗没上榜也就罢了，供奉殿老大才第9名，野榜，这是野榜啊！老五，看后续吧，这世上说不定真有比我更强的存在。千道流不动声色地说道，眼中却闪过一丝落寞。他真的比唐晨弱吗？千道流，武魂殿大供奉，前任教皇，天使之神的仆人，武魂6翼天使，魂环嘿，红魂力等级99级，99级与神级的差距天差地别，将99级细分为伪半神、半神、准神。千道流处于伪半神阶段，作为天使之神的仆人，武魂殿大供奉，他可以调动一些神力，达到半神层次。天空无敌的人会主动落到地面。大海天空无敌，千道流疏于拥有翅膀，却不懂得利用，心性过于耿直。千道流嘴巴微张，眼角微微抽搐。3大绝世斗罗，他是天空无敌，可与唐晨以及波塞西对战的时候，打着总是会打到地面翼或者大海上，在地面与唐晨的昊天锤硬碰硬，他愣是没输也没赢，心性过于耿直，我输的不冤。千道流欲哭无泪，他宁愿不要天幕奖励，也不想曝光啊。接下来天幕上展示了他与唐晨以及波塞西争斗的画面，面对大须弥锤，千道流不闪不避，提着天使圣剑就冲了过去。海神岛，波塞西看着天幕，让波塞西揪心的是，千道流输给唐晨，居然是因为千道流耿直。千道流因为一个承诺，一生不曾踏入过昊天宗。唐晨恢复神智后，却骂千道流不是东西。人品方面，唐晨是真不如千道流。天斗城，太子府，雪清河握住茶杯的手微微一抖，他那和蔼可亲、实力通天的爷爷，在这破天幕眼中，居然是个傻小子。代天使传人，愣是要和炸环的昊天锤硬碰硬，眼中只有光辉与荣耀。Top 9盘点结束，奖励所有魂环年限提升2万年。众人再次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见千道流获得这个奖励，比东不由得脸色一黑。Top 8波塞西，身份海神岛大供奉，海神地仆人，武魂海神，魂力等级99级伪半神。作为海神岛大供奉，波塞西同样是一位伪半神级别的存在，他同样能调动部分海神之力，达到半神层次。在大海上，波塞西认第2，只有深海魔晶王敢认第1。这深海魔晶王又是什么东西？在大海上，他居然比海神的仆人更加强大，他已经达到这种地步了吗？波塞西看向某个方向，如果不是有海神庇护，这海神岛怕是早就被深海魔晶王屠戮一空了吧。七宝琉璃宗，风致，没想到海洋中居然有这么恐怖的存在，连半神战力都不是对方的对手。陈星一脸凝重地说道，这只深海魔晶王怕是一位准神级别的海魂兽。当波塞西的身影出现在天幕上时，她美丽有独特的气质，宛如大海的女儿一般，独立而绝世。明月芳，钟离兄弟，这位波塞西前辈可真漂亮，她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？雪崩一脸激动地对着钟离调侃道，喜欢。钟离一愣，喜欢是什么意思？他懂，可让他对一个凡人心动什么的，他做不到。作为神魔，需要站在神的角度对待世人。雪崩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凝固，他叹息一声，决定日后离钟离远一点。这家伙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更不贪恋美色，全身上下没有一丝丝破绽。今天发生的大事不少，本皇子先回去了。说完这话，雪崩起身就走，放下茶杯，跑堂的小20分有眼力劲，给钟离换茶添水。Top 8波塞西，奖励所有魂环年限提升3万年。Top 7唐晨，身份昊天宗前代宗主，修罗神传承者，杀戮之王。昊天宗，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昊天宗老一辈泪流满面。这位是昊天宗的支柱啊，是唐晨啊。千道流，波塞西叹息一声，等等，杀戮之王。千道流一愣，比东一愣，唐昊目瞪口呆。比东和唐昊亲眼见过杀戮之王，唐昊见到杀戮之王的时候，愣是没认出杀戮之王的真实身份。武魂昊天锤，魂力等级99级伪半神巅峰，其天赋才情旷古烁今，在没有神奇帮助的情况下，修炼到了99级，更是自创了乱披风锤法、昊天九诀、炸环、大须弥锤等锤法，其天赋超越了千道流和波塞西，是3人中唯一有可能成神的存在。波塞西面对唐晨和千道流的追求，说出谁先成神，他就和谁在一起。千道流清楚的知道他没有机会了，率先离开了海神岛。唐晨在海神岛待了1天，选择离开，他选择了另一条路，继承他人的神位。唐晨意外获得了修罗神的神考，当他即将完成9考，继承修罗神位的时候，罗刹神对唐晨出手了。天幕上，唐晨被血红9头蝙蝠王控制，把唐晨变成了他的寄生体。堂99级绝世斗罗，如今却落得这种下场，着实让人唏嘘。昊天宗所属，包括唐昊在内，全都睚眦欲裂。现在能救出爷爷的只有唐昊。星斗大森林，生命之湖，事情应该没有这么简单。帝天死死地盯着天幕，呢喃道：作为修罗神的传承者，只差一步就能继承神位，却被修罗神的下位神阴了。他不信罗刹神有这样的胆。Top 7唐晨，盘点结束，奖励恢复神智。看到 Top 7的奖励，众生一愣，唐晨的神智被天幕恢复了。杀戮之都，杀戮之王人都傻了。刚恢复神智的唐晨，十分果断地对血红9头蝙蝠王出手，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。我终究是失败了。
如今的他已经突破到了半神境界，可破败的身体却无法承载这份力量，他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。唐晨离开杀戮之都后，向着海神岛的方向飞去。Top 6，冰天雪女，明月芳。台下的观众缓缓退场。钟离公子，您是继续品茶呢，还是？跑堂的面带职业笑容，对着钟离问道。钟离回过神来，取纸墨笔砚，我留下一曲，算今日的茶费与打赏。跑堂的眼前一亮，您稍等，我立刻去取。愣着做什么？给钟离公子换茶。史莱克学院，一群少年呆呆地看着天幕，眼里全是羡慕。如果唐晨回归昊天宗，唐三认祖归宗，暴露也不是不行。可我的作用，玉小刚叹息一声。Top 6，冰天雪女。当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，几乎所有的人类一愣。魂兽强者上榜了，七宝琉璃宗。宁风致轻声道，年限69万年，她是冰雪的精灵，天生地养，她是冰雪的女儿，是极北之地的帝王。69万年，人类一方猛啊！武魂殿中封号斗罗瞳孔一缩。69万年，这种级别的魂兽还是魂兽吗？极北之地，一身高差不多3米，形似人类的绝美精灵，脸上闪过一丝错愕。在雪女身侧，一只碧绿色的蝎子对着天幕挥动着钳子。他不认为雪帝才区第6，更愤怒他没有上榜。地剑、地掌、地寒天。天幕上出现了雪女的身影，她正在与一位黑袍人影战斗，人形魂兽。可冰天雪女，她实在太像人类了，和她战斗的人又是谁？这可是69万年的恐怖存在，居然有人与她战斗，还不落下风。星斗大森林，众凶兽看向帝天，一脸困惑。帝天什么时候去了一趟极北之地，还和雪帝交手了？在极北之地，除非付出一些代价，否则我拿不下他。帝天面色不变道，若是将战场放到星斗大森林，亦或者其他地方，雪帝不足为虑。帝天比所有人和魂兽都更加了解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它并不是一个平面，而是一个球体。除了斗罗大陆外，在世界的另一边还有一块大陆，其大小和斗罗大陆差不多。在了解斗罗大陆的时候，帝天和雪帝交过手，双方都只是试探性的攻击。他还邀请过雪帝加入星斗大森林，却被直接拒绝了。在大海中，如今有一头极其强大的海魂兽，这是一头差点化龙的存在，一旦完全化龙，它就能突破到神级。帝天没有对他出手，只是发出了同样的邀请，同样被拒绝了。海魂兽的信仰只有大海，没有龙神；极北之地的信仰只有冰神，没有龙神。这让帝天愤怒的同时，也无可奈何。并不是所有的魂兽都是承龙神恩惠才变成魂兽的。斗罗大陆和神界的连接非常紧密，当年那一战，许多神和兽族强者的鲜血、灵魂尸体掉落到斗罗大陆，这才衍生出了魂兽和武魂。最初的人类是没有武魂的，吸收了神器碎片、神兽血脉、灵魂碎片，这才拥有了武魂。听了帝天的话，众凶兽若有所思，这位极北的帝王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可招惹。69万年啊，除了帝天，他们之中还真没有谁是对方的对手。Top 6盘点完毕，奖励10万年修为。众凶兽，好了，现在更不是他的对手了。69万年加上这10万年修为，他已经达到了79万年的地步，距离现在的帝天也差不了多少。极北之地，雪帝接受奖励后有些惊讶，他没有把握成功度过第7次天劫，已经开始在想后路了。结果天幕的奖励愣是将他的修为提升到了79万年，还没有任何副作用。第7次天劫还没开始就已经消失了。比较可惜的是，他的旧伤并没有消失，只是单纯的修为提升。天劫还在追我。雪帝欲哭无泪，冰帝和冰熊王以及泰坦血魔王的欢呼声让雪帝眼角一抽，他还可以抢救一下的。雪帝的情况和唐晨差不多，唐晨恢复神智，身体破败不堪，承受不了他的力量。时日无多，雪帝度过第7次天劫的可能无限接近于零，却又有一线生机，那就是他成功化形成人类。可惜原时空的他被某位神王暗算，哪有那么多巧合？他住的地方可是极北之地的核心圈，一位9级魂导师刚好拥有封神台，又刚好出现在雪帝身边，还刚好遇上正在化形的雪帝，太多巧合，只能是人为安排的。雪帝的修为提升了10万年，他的确变强了，却依旧要面临天劫。第8次天劫，魂兽的天劫成倍上升，第7次他都渡不过，更何况是第8次，但他仍然有一线生机。79万年，真的会有人是他的对手吗？话说雪帝真的好美，波塞西前辈出来的时候，你也是这么说的。普通人并不在意雪帝究竟有多强，强者们却不得不在意。人在魂师界混，多了解一点，死的时候也不至于死不瞑目。面对这种存在，就别想着跑了。比比东见到10万年魂兽，本该高兴的，因为他的魂环有着落。比较可惜的是，他好像不是对方的对手，就连千道流去了极北之地，都不一定能完整的回来。这样的魂兽强者，暂时别想了。人们在关注天幕的时候，钟离却是回到了住处。这是一座古色古香的东方建筑物。钟离坐在主位上，随手一挥，琥珀色茶具出现在他身前，取出几枚茶，放入茶杯中，开始泡茶。天幕的出现，大概率会暴露我的身份。比雪帝更强的强者，如今的斗罗大陆上可没有5位。钟离呢喃道：“已经退休的他，不想再被打扰。”食指敲击着桌面，钟离陷入了沉思。解决这个问题，对于钟离而言并不困难，只是换一个地方生活，换一副面容罢了。他在思考，这个由大宇宙意识形成的天幕究竟从何而来，又有什么目的？明明已经退休，却被迫加班。思考这些问题，着实是有些无奈。下一位隐藏强者会是深海魔晶王，还是那位黑袍人？